川普对中国电商的重拳还没散去，中国经济又被更大的灾难吞噬，消费彻底崩了。14亿中国人捂紧钱包，穷得连饭都吃不起 ，GDP 增长连续3年被美国踩在脚下。这不是吓唬人，中国个人消费占 GDP 的比例在经合组织和金砖国家里几乎垫底，家庭没钱花，政府舍不得掏，经济被无钱消费的死局活活拖垮。北京20年靠廉价货抢市场的老套路，现在成了自毁长城的毒药，14亿人被逼入绝境。你敢信？都2025年了，中国人还是不敢花钱。家庭消费占 GDP 的比例低得让人绝望，政府福利更是抠得像要饭的。世界银行和金融时报的数据甩出来，脸都丢尽了。2024年，中国家庭消费占 GDP 才 38.25%， 在40个经合组织成员国和金砖国家里倒数第3。政府那点可怜的支出，医疗、社会保障之类占 GDP 仅 6.21%， 倒数第4。加起来总消费占比 44.46%， 还是倒数第3。别以为这是偶尔翻车， CEIC 数据告诉你，这是绝症缠身。2020年 37.75%， 2021年 38.25%， 2022年 37.46%， 2023年 39.19%， 4年都在 40% 以下晃荡，跟美国2024年 68.8% 的私人消费占比一比，简直是乞丐和国王的差距。结果呢？中国经济被这消费低迷拖得血流成河，名义 GDP 增长连着3年被美国按在地上暴揍。美国经济分析局2025年1月底的数据像一把尖刀，2024年美国 GDP 增长 5.3%， 而北京国家统计局硬挤出一个 4.2%， 这已经是第3年被美国碾压了。曾经喊着赶英超美的牛皮，现在听起来就是个天大的笑话。中国经济这副病恹恹的样子还能撑几天？为啥消费拉不起来？答案简单又残酷，中国人穷，穷得连基本生活都捉襟见肘，更别提花钱享受了。北京这些年靠廉价货抢占国际市场，压低工资，牺牲家庭收入，硬生生把14亿人逼成了存钱机器。结果呢？家庭收入占 GDP 比重只有 61%， 欧盟 68%， 英国 77%， 美国 79%， 随便拉个发达国家出来都能把中国踩扁。工资少还不算完，政府福利也抠得让人想砸桌子。经合组织数据亮出来，2021年中国现金社会转移、社保、福利补贴占 GDP 才 6.9%， 实物转移、医保、教育占 6.4%， 加起来 13.3%， 在19个国家里倒数第3。看看人家芬兰 35%， 欧盟 32%， 中国这点毛毛雨连塞牙缝都不够。再加上减税和失业保险，穷人根本摸不着边。荣鼎集团研究说，2021至2023年减税计划每年1100亿，可前财长楼继伟说了，只有 14% 的人月入超5000元交税，大多数穷人压根没份儿。失业保险 2.97 亿农民工和2亿灵活就业人员、兼职、自由职业者压根儿没资格领，条件苛刻的像天方夜谭。消费不振，经济自然遭殃。美国财长耶伦一针见血，中国消费占比不涨，再不救房地产，经济就完蛋了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迈克尔·佩蒂斯教授更狠，如果北京不搞大改革，未来5-10年，家庭消费年增长可能跌到 3% 至 4%， 撑死为 GDP 贡献 1.5个百分点，总增长率卡在 3% 上下。3%呐，连美国一半都摸不着。事实摆在眼前，他没瞎说。2024年中国名义
GDP 增长 4.2%， 美国 5.3%， 差距一年比一年大。往前看，2022年 3.9%， 对美国 4.1%， 2023年 4.5%， 对美国 4.9%， 连输3年，脸都被打肿了。反观美国 ，CEIC 数据亮眼，2024年12月，私人消费占 GDP 68.8%， 历史平均 63.5%， 最低的1952年也有 57.7%， 随便哪年都能把中国甩到太平洋去。这消费力一对比，中国经济就像个瘦得皮包骨的乞丐，更别提就业了。消费拉不动，内需起不来，工厂订单少，工人饭碗砸。光跨境电商那波，川普一刀下去，60万人生计就没了。国内消费再崩，裁员潮还不得满街跑。14亿人里，得有多少人饿肚子啊？别看北京从2004年起就喊着要把经济从投资出口转向消费主导，20年过去了，啥也没变。家庭消费占比还是 39%， 经合组织平均 54%， 差了108000里。荣鼎集团一语戳心，不是没方向，是压根儿没钱花。为啥没钱？一是收入少，二是福利烂。北京为了保出口和投资，把利率和工资压得死死的，工人和家庭储蓄者成了炮灰。结果家庭收入占 GDP 61%， 远低于发达国家不说，连社会转移支付都少得像笑话。更搞笑的是，领导人还公开嫌弃福利主义，说拉美高福利养懒汉，国家迟早垮。这话一出，扶贫都只砸钱修路盖厂，穷人手里还是没现金。喊了20年拉消费，结果连个屁都没放出来。消费低迷还有个大杀器，收入差距拉得太离谱。调查显示，最富 10% 的家庭拿走 57% 收入， 69% 储蓄。2024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更惨，1/3家庭储蓄为负。招商银行数据也扎心， 2.3% 的账户攥着 81% 的私人银行资产。富人囤钱，穷人没钱，消费砸起来。房地产泡沫更把人往死里逼。荣鼎报告说，2012至2022年，家庭债务占 GDP 飙升 32%， 稳在 64%， 债务收入比高达 145%。房价涨，贷款多，普通人还完房贷，连买菜钱都没了，消费拿命换吗？再加上收入不均，穷人连翻身的机会都没，富人倒是越富越爽。中国这经济还能好？再摆点数据，惨的让人想哭。CEIC 统计，2020至2023年家庭消费占比一直在 37% 至 39% 晃荡。2024年勉强爬到 40% 出头，还是被美国 68.8% 碾成渣。GDP 增长呢？2022年 3.9% vs 美国 4.1%， 2023年 4.5% vs 美国 4.9%， 2024年 4.2% vs 美国 5.3%， 连输3年，脸丢到太平洋去了。更吓人的是产业链，消费不振，内需崩盘，工厂关门，那是分分钟的事。国家统计局数据说，2024年制造业 PMI 连跌6个月，中小企业倒闭潮席卷全国。光一个东莞，2024年上半年就有超5000家小厂破产，工人流落街头。消费再不起来，这经济还不得塌成废墟。还有外贸，川普关税一加，中国廉价货在美国卖不动，出口也跟着崩。海关总署数据惨不忍睹，2024年对美出口额跌了 15%， 直接拉低 GDP 增长 0.8个百分点。内忧外患，中国经济这艘破船还能飘多久？说白了，这消费崩盘全是北京廉价货战略惹的祸。为了抢市场，压低成本，压低工资，
把中国货卖得比谁都便宜。结果呢？国际市场赚了点外汇，国内14亿人却穷得叮当响。家庭收入上不去，消费自然起不来，经济被这死循环活活勒死。更讽刺的是，北京还觉得自己挺聪明。前几天商务部不还在喊支持消费高质量发展吗？这鬼话听着真耳熟，喊了20年都没兑现。现在消费占比倒数， GDP 连输美国，老百姓穷得揭不开锅，这高质量在哪儿呢？是高质量穷吗？这消费低迷的寒冬，怕是要把中国经济冻成冰雕了。GDP 连输美国3年，14亿人穷得没钱花，北京还死抱着老路子不放。叶伦说的对，不救消费，不救楼市，中国经济就等着它吧。可惜啊，北京连福利都不舍得给，减税失业保险轮不到穷人，收入不均和房债又压得人喘不过气。再看看数据，家庭消费占比 39%， 社会转移支付 13.3%， 债务收入比 145%， 随便哪条都能把经济拖进地狱。北京要是再不改，未来10年 GDP 增长 3%， 14亿人还怎么活？工厂倒闭，工人失业，外贸崩盘，这场经济浩劫比天塌了还吓人。你说中国还能撑多久？很多人怕是连2025年都熬不过去吧。